这个是全新的奥迪 Q3 Sportback， 在2019年7月的时候推出，2020年8月的时候由奥迪 Malaysia 引进到马来西亚市场，所以它是一个 fully imported CBU 整装进口的车型，售价是322,900块，直接竞争对手是同样为 CBU 的 BMW X2 xDrive 20i。只是不同的是啊，那个 BMW X2 xDrive 20i 是一个 front wheel drive 前轮驱动的车型，而这个奥迪 Q3 Sportback 就是一个 Quattro 四轮驱动车型。在影片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订阅这个频道，也顺便 follow 我的 Instagram。So let's go。在推出这个 Q3 Sportback 之前，奥迪 Malaysia 底下已经有一个入门级的奥迪 Q3 1.4 TFSI， 所以那辆车子比这个 Q3 Sportback 便宜了37,000块左右。那奥迪 Q3 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 Mercedes GLA、BMW X1、Volvo XC40 和 Lexus UX 等等的车型。所以这个 Coupe-like SUV 造型的 Q3 Sportback， 它的对手就自然瞄准了 BMW X2。奥迪 Malaysia 为这个 Q3 Sportback 加入了 Black Appearance Package， 也就是有很多的 High Gloss Black 这样子的元素。因为这辆车子是属于第2代的奥迪 Q3 啊，所以它就采用了一个 Single Frame 的8边形前脸设计，所以整体上这个车子的前脸是非常的霸气。我觉得它比同级的像什么 X2 GLA、XC40， 甚至是 Lexus UX 都还要来的 都还要来的 bold， 都还要来的立体，整个感觉你从远处就能够远远的 feel 到这辆车子的杀气。再来它的前格栅这边有写着 Quattro， 因为就很明显的代表这个是一个4轮驱动的车型。然后在 fog light 雾灯的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 high gloss plate 这样子的造型。这个奥迪 Q3 Sportback 还采用了有 High Beam Assist 和 Headlight Washer 的 LED 大灯，还有 LED 日间行车灯。奥迪 Q3 1.4 TFSI 有150 PS 和250 Nm， 而这个 Q3 Sportback 2.0 TFSI 搭配 7-speed 的 S-Tronic 双离合器变速箱。它有180 PS 和320 Nm， 0到100 7.8秒，极速220 km/h。而这个动力数据其实就跟 Volkswagen Passat Elegance 和 Arteon R-Line 非常的相似，因为它们都是 EA888 引擎。你从这个引擎盖就可以略知一二。那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可以买得到那个最 atas 的奥迪 RS Q3 Sportback， 那个就是 2.5 L的 TFSI 5-cylinder Turbo 引擎，有400 PS 和480 Nm， 0到100只要 4.5 秒。大马版 Q3 Sportback 的轮胎尺寸是 255/45R19， 采用奥迪 Sport 轮圈，搭配 Hankook Ventus S1 Evo 2 SUV 轮胎。它的轮胎上面这边啊，这个位置它并不是那种防刮材质来的，它是喷上了这种深灰色的漆。再来，这个 Q3 Sportback 它是采用 Comfort Suspension， 而不是奥迪的 Sport Suspension。奥迪 Q3 和 Q3 Sportback 都是基于 Volkswagen 的 MQB 平台而打造，也就是跟第2代 Volkswagen Tiguan 相同的 MQB Air2。那这个 Q3 Sportback 比 Q3 长了16个 mm， 低了49个 mm。最精彩之处就在于它的 C pillar 到 D pillar 的地方，也就是这个非常 rackish 的 sloping D pillar。所以从侧边看起来，它真的会有给你一种很像它远房亲戚 Lamborghini Urus 的感觉。所以它虽然是一个 compact 的 crossover， 可是它整个看起来是非常的运动型，真的就像跑车这样子啊。一般上 Coupe-like SUV 都会把他们的车牌板放在下面，可是 Q3 Sportback 的车牌板跟 Q3 是一样的，所以 Q3 Sportback 跟 Q3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它的这边玻璃了，因为它更加的窄。你从前面看往后镜的话，就会感觉到它可以跟 Proton Gen 2 fight 啊。它这边是一个 fat vents 啦，然后它的 exhaust pipe 是，其实你是看不到 exhaust pipe 的。这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是双出排气管。可是因为这整个 front bumper 我自己开掉了啊，既然它开掉了，我就顺便讲它的行李箱空间好了。这个奥迪 Q3 Sportback 的行李箱空间有530 litre， 而 BMW X1 有505，可是 X2 只有470。可是奥迪无论是 Q3 还是 Q3 Sportback， 它们都有530 litre， 所以它不会因为它是不是 Coupe 造型而去牺牲掉它的行李箱空间。而且奥迪给你530的同时，你打开这边，它还有一个 Space Saver 的备胎 T14585R 18寸的一个备胎。
而且我觉得奥迪最细心的就是它除了有这样子的行李箱空间之外，因为前面的椅子是能够往前滑动的，所以当你把这个椅子往前滑动，再把这个椅子往前滑动，你在还没有用到60、40的情况下，它就已经多出很多的位置可以给你拿来放东西。当然，你要倾倒的话，轻轻拉一下，它就能够收下去。不过 headrest 就要放下来了。OK， 我现在就示范将我老板的手推车放进去，所以这个叫 Tooler Slick， 它的车架还有它的坐垫放下去过后呢，我们再放入一个 Tooler 的 Crossover to Carry On Luggage。OK， 它还有位的哈，我们再放入一个 Tooler Resolve 的 Luggage。所以一个 stroller 2个 luggage 啊，对了，如果大家对 Tooler 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用我以下提供的 promo code， 你可以获得一个 10% 的 discount voucher， 就快要 expire 了。关起来。奥迪 Q3 Sportback 和 Volkswagen Tiguan 的车身轴距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2680mm， 比 X2 长一点，比 XC40 和 GLA 短一点。所以你坐上来这边，从它的椅子的材质，你就能够嗅到一股很明显的 Tiguan 味儿。即便它不是一个 7-seater 啦，你还是可以向前滑到这么前，向后滑到这么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东西来的，因为有时候你放 car seat 或者在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未必需要这么多的 leg room， 所以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把它推前一点点，然后后面行李箱空间就有多一点的位。OK， 这个是最不斜的。OK， 可能很多小孩子这样做就可以了。然后你要再斜，再斜，再斜。当然，因为这个始终是一个 Sportback， 也就是所谓的 Coupe Light SUV， 所以它的车顶是比标准版的 Q3 低了49个 mm， 特别是在这个地方。我的身高是178cm， 我做到直直。OK， 我的前面不是刘海了，前面这边已经稍微磨到这个车顶了的，所以你要做斜一点才不会动到车顶。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把这个东西当成是缺点了啦，因为你已经买到 Sportback， 你 purposely 就是不 care 这个地方了，你要靓仔吧，你要好看吧。然后它的后面这边是有2个冷气出风口可以开关这个风扇，然后这边有一个 armrest， 里面可以放2个 cup holder。其实大部分你看得到的东西它都是属于 soft touch 的，只是有一点点小 hard plastic， 然后还有这种银色的边，整个软质塑胶这样子。在开始讲这个奥迪 Q3 Sportback 的内饰之前呢，我要给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这是一个 fully imported CBU 车型，所以你不可以拿那一些 CKD 的同级对手来 compare 它的 spec。So start engine， EA888 就是这样子的引擎声音。奥迪 Q3 Sportback 用的是 MMI Radio Plus 作业系统，而不是奥迪 Q3 Advanced 的 MMI Navigation Plus。所以跟外国版的不同的是，这个马来西亚版本的 Q3 Sportback 它是没有内建 Navigation 导航系统的。所以当你里面没有内建导航系统的时候，就变成说你的这个 Audi Virtual Cockpit 这个全电子仪表板就不能够像之前那个 Audi A5 Sportback 这样子整片显示这个地图。那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我觉得整辆车子如果可以拿掉一个 spec， 最好就是拿掉 navigation， 因为现在你都是看 Google Map、看 Waze， 用 Android Auto、用 Apple CarPlay， 所以有没有那个 map， 我觉得 it doesn't bother me 啦，不懂会不会 bother you 啦。OK，so 这辆车子呢，因为我之前在应该1年半2年前，我曾经试驾过奥迪 Q8， 所以我一坐上来过后，它就给我一个 mini Q8 的感觉，因为跟第一代的 Q3 不同的是。第一代的 Q3 是用悬浮式萤幕，然后这边有很多把灯，而这个第二代的奥迪 Q3 和 Q3 Sportback 就整个是焕然一新啊，就是往大格 Q8 或者是 Porsche Panamera、Porsche Cayenne 看齐。我觉得它的设备没有什么特别啦，因为它是6个 speaker， 不是什么 Bang & Olufsen 的音响。但是呢，这辆车子在这个 Light and Vision 里面，你可以调整 Background Lighting， 然后它的这个所谓的 Ambient Light 是有多达30个颜色选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Ambient Light 是让整辆车子在夜间的时候就是atas到一个不行。那你问我这个奥迪的 Virtual Cockpit， 它当然它的 graphics 是比
Volkswagen 的 Digital Cockpit 还来的好看的，因为 Volkswagen 那个我觉得它很嘎顿，这个就很 sporty 很 premium 的感觉。因为这辆车子其实因为它的价钱已经很高了，所以其实奥迪Malaysia一直有在 control 它的怎样讲它的配备啊。因为如果他们什么东西都放大完的话，它可能会去到400多钱。材质方面，这个 steering 就是一个圆形的奥迪 steering。如果你买到 RS Q3， 它就是一个 sport steering。这边有很多的钢琴烤漆，然后有这种 soft touch 的 material， 然后这边有 Quattro 的这个名牌，还有银色的边等等。当然它不是什么 RS 或者 S， 它就没有 Alcantara 还是 Carbon Fiber 什么东西，所以整体上它还是一个偏向 Premium 偏向现代的一个小型豪华 crossover。 它的这个椅子是有电动调节的，有非常多像1、2、3、4、5、6、7、8、9，哇，这个扶手一个杯架 USB Type C 跟普通的 USB 接口，这边有一点点 button， 所以它的冷气这边是用普通的荧幕跟 button 来调整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它的储物空间一样非常的实用，像我的这个这么大个的水瓶啊，通常门边是放不进的，它居然可以整只 bottle 塞进去，而且是还有位置的。所以整个 Q3 Sportback 最重要的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是它少了 AEB、Blind Monitoring、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也没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没有 Lane Departure Warning， 也没有 Lane Keep Assist。所以基本上来讲，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它真的就是交了一张白卷。所以我还是要重复回我前面讲的，它是一个 fully imported 的车型，所以在它必须要控制那个价钱，因为它就是政府会抽这么多的税，也不是说他们要卖你这么贵。所以这个东西就看车主在不在乎这些配备了。调整方向盘，上下，然后 telescopic。这个奥迪 Q3 Sportback 呢，我看它的 Drive Select 啊，这边有几个驾驶模式，它有 Off-Road、Efficient、Comfort、Auto、Dynamic 跟 Individual。然后在 Individual 里面能够调整的东西不多，只有 Drive System 或者是 Steering， 你要 Comfort Balance 还是 Dynamic。因为现在我开的这个是 2.0 TFSI Quattro 版本的 Audi Q3 Sportback 嘛，所以它的动力是有180 PS 和320 Nm， 搭配 7-speed 的这个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所以像我前面讲的，它的这个动力数据就跟我之前介绍过的 Volkswagen、Passat Elegance、Arteon R-Line 相同，因为它们都是 EA888 的引擎。那个时候，这辆车子刚发布的时候，他们是宣布它是用 MQB Air2 平台嘛。那我记得 Top Gear 的这个编辑就有问奥迪的工程师说：“诶，这样它跟 Tiguan 都是同样一具底盘，可以告诉我们 specific 告诉我们这个它跟 Tiguan 之间有什么分别吗？”那个工程师就想了很久，跟他讲 ：“The wheels。”我不知道他们确实是怎样啦，因为我在奥迪的官方宣传的资料里面查到，这辆车子是有很多的 Ultra High Strength Steel， 然后引擎盖是Aluminium 的，引擎盖下方也有 Aluminium 的材质。当然我不确定 Tiguan 是不是也有 Aluminium 啦。就我这样子叫，我觉得这辆车子的隔音表现是当然是在 Volkswagen 以上的啦。可是我其实不是很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心理作用啦，因为当你的 Steering 有4个圆环，有奥迪的 logo， 然后有这些钢琴烤漆，有非常 ADAS 的界面，整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是心理作用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很 ADAS， 所以相反之，可能拆掉这个 steering plug in 下去这个 Volkswagen 的，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比较没有这样 ADAS 了。我不确定啦。所以这辆车子好驾是肯定有的，只是它就没有 Sport Suspension。那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你问我的话呢，你知道我的 behavior 是，我觉得 SUV 为什么要这样 sport 呢？ To be honest 啦，我不知道那些人买 SUV 然后又要很 sporty 又要很硬很跳的心态是怎样。因为我相信能够负担豪华 SUV 的人家里面肯定不只有一辆车，所以如果你要 sporty 的话，我相信 Hatchback、Sedan、Wagon、Coupe、Roadster 可以满足到你。所以 Comfort Suspension 搭配这个245/45R19寸的大腰，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就是它不会说特别的跳，特别是在你过蹲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 Comfort 层面，它是比 BMW 来的好的。我这样子加啦，我指的是 X2，
因为我之前跟 X2 相处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拍 video 啊，我先讲，那时候我还在做 Top Gear 的中文杂志，因为那时候我的 X2 我是驾回新山，再去里沙路又驾回来，跑来跑去这样子。我记得那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一辆 X2， 因为它比 X1 特别的造型方面，所以驾这辆 Q3 Sportback 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它比 Q3 好看很多，无论是车头、车侧、车尾都比它好看。奥迪的车哦，你驾慢慢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你跑越快，你会越爽；你跑越快，你会越刺激；你跑越快，你会越有信心。这个就是你买奥迪的价值所在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高速行驶的 NVH 怎样。现在是170、180这样。稳到没有朋友那种，真的是很稳，又稳又安静，然后你驾了又很有 confidence。这个奥迪 Q3 Sportback 的车重是1620公斤，那因为它是一个 Quattro 4轮驱动车型，所以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重量。这个情况就跟我之前介绍Tiguan Allspace 4Motion 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来的，因为那个 4Motion 比没有 4Motion 的重了220公斤。So Tiguan 的话，因为它有220 PS， 要拉1600多公斤是 OK 的，可是这辆只有180 PS， 要拉这个1620 kg 就会在起步的时候才会变成没有这么灵活。所以180 PS 和320 Nm并不足以让这个看起来像钢炮的 Q3 Sportback 成为一辆钢炮，所以它的 look 就是一个 Mini Q8、Mini Lamborghini Urus 这样子的 look， 可是它的动力就是 Passat Elegance 的动力来的，所以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毕竟 SUV， 尤其是这种小中型 SUV 呢，很多时候人家买它不见得是要每天去玩0到100，因为这个价钱你知道320多千你可以买得到。我相信200-300匹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买这辆车子的价值就变成说4个字：你喜欢它。当然，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因为奥迪的车子都是 CBU 整装进口，再来这个 Q3 Sportback 它的对手也是 X2， 所以其实你讲它320多千贵 ，X2 也是卖这个价钱啊。对不对？所以如果 X2 有人买，据我所知 BMW 的 X2 卖到是还不错啦，在马来西亚。所以如果 X2 能够卖这个跟 X2 价钱比 X2 还要便宜，而且又比 X2 多了4轮驱动系统，又更加好看，空间更加灵活，更加大的奥迪 Q3 Sportback， 为什么不能够卖呢？对不对？你讲 UX 啦，其实 UX 也不便宜，你知道吗？ UX 也是然后200多、300多 ，around that 就是介于这样子的一个价位这样子。因为其实奥迪 Malaysia 就是它没有 Mercedes-Benz Malaysia 跟 BMW Malaysia 这么大的一个量去跟德国原厂那边 order 一些车，去 spec 一些车，所以 customer 其实不是这么 care 有没有 navigation， 他们就抽掉 navigation 哦。customer 更想要的是 ambient light，customer 更想要的是 black appearance package。有很多 customer 其实也不在乎说这些我刚才讲的安全辅助系统，他们反而想要一些硬体方面想要给它比较好的料、比较好的气、比较好的 everything 这样子。所以整体而言，这辆车子它有它的 market 啦。所以谁会花320多千去买一个高贵版的 Volkswagen Tiguan 呢？我觉得就是那一些会 appreciate fully imported， 会 appreciate CBU 整装进口的人，他们就会愿意花这个钱来买这辆车子。所以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也要多多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Hopefully 下次我们在介绍奥迪的时候，可能是
S 可能是 RS，I don't know。So 3、2、1 cut。奥迪马来西亚为这个 Q3 Sportback 采用了。等太阳回来哈，不然会暗热一点。一朵云来了，照讲啊。奥迪马来西亚为这个 Q3 Sportback 加入了 Black Apparent Black。奥迪 Q3 1.4 TFSI 有150，踩到树叶。奥迪 Q3 1.4 TFSI 有150 PS 和280还是220，我忘记了。250啊，250来的。OK，keep rolling action。妈的，太阳又回来了。所以当你放入一个 trolley 之后 ，trolley 不是 trolley。看，我在看镜头。看镜头，我在看镜头。看镜头，笑笑。所以我觉得奥迪 Q3 真的是一个蛮适合一家3口或者一家4口出门的一个小型 SUV， 2个 luggage 1个 stroller 都没有问题。OK， 等等你看镜头，你看。看着，OK。